海市金润大厦顶层办公室，苏北眼神死死锁在屏幕时间上，秒针每一下都像敲在心上。最后一格落下，短信提示音准时响起，叮，心脏猛缩，我扑过去抓起手机。恭喜您获得神话世界降临蓝星前的唯一内测资格，请在8小时内向指定账户汇款100亿元，激活内测资格。这短信旁人看来是诈骗，我却爆发出极致的激动。我是重生的，上一世的绝望此刻化作了狂喜。还好重生回来，还能有一次机会。我攥紧手机，上一世我当成诈骗，1个月后神话降临，7天后入口关闭，凶兽涌入。毫无准备的人类根本无法抵挡那些怪鸟巨兽，短短半个月文明覆灭，我也葬身兽口。再次睁眼，我竟回到3天前。我不顾反对，变卖所有资产，只为凑齐这100亿。如今短信如期而至，付出都有了意义。没有犹豫，我登录网银，将100亿全部汇入。看着清零的余额，我没有心疼，只有庆幸。提前1个月进入，这一次我绝不再重蹈覆辙。几分钟后，短信传来：恭喜您激活神话世界内测资格成功，您已成为唯一内测用户。神话世界将在1小时后为您开启。倒计时1点，悬着的心放下，我走到落地窗前，最后看了一眼10年打拼的产业，再过1个月，这些都将化为泡影，唯有内测资格是筹码。转身坐下，我静静等待开启。与此同时，大夏财富合规监管署内，宁秋雪推门而入，她穿着修身短 T， 长发束在脑后，干练挺拔。王局长紧急召集我回来，有什么事？局长王东看着他暗暗苦笑，若不是人手紧缺，他绝不会打扰休假的宁秋雪。他父亲是大夏安防总署总长，根本不是他能得罪的。小雪，事发突然，手头没有得力干将，只能找你了。宁秋雪笑了笑，职责所在，王叔直说就好。王东递过文件，这个人叫苏北，还是富商，3天内低价变卖了所有资产。就在刚才，他名下账户的100亿全部转入了一个无法追踪源头的账户，现在再想冻结已经晚了。宁秋雪眉头紧锁，翻看文件，指尖划过我的资产变卖记录，忍不住问道：王叔，他变卖资产的价格低到离谱，难道就没人质疑吗？还有这个不明账户，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。王东摇头，质疑的人不少，但他态度坚决，只要能快速变现，不管价格多少都愿意。至于那个账户，加密等级远超我们的追踪能力，像是凭空出现的一样。宁秋雪合上文件，我去会他，能毫不犹豫砸100亿进不明账户，要么是疯了，要么是有我们不知道的秘密。他说完，叫上同事驱车直奔金润大厦。车上，宁秋雪翻看着我的资料，神色凝重。资料显示我白手起家，短短10年积累100亿身家，速度太过反常。宁姐，这苏北真是个狠人，居然把所有资产都卖了，不会真的跑国外了吧？同事周凯开口。是啊，宁姐，100亿资金说转就转，要是跑路，那大夏可就损失大了，咱们也没法交代。宁秋雪没接话，望向车窗外盘算对策，片刻后才开口。他不会跑路，要是想跑，没必要等到现在。变卖资产的3天里，他有无数机会离开海市。我总觉得他的目标就是那个不明账户。别墅内，我坐在床上，死死盯着倒计时，0点56秒。深吸气，平复激动，倒计时归0瞬间，系统提示音响起。神话世界开启，请唯一内测用户尽快进入。内测阶段每次进入仅持续8小时，时间结束后强制下线。8小时，我微微一怔，随即释然。神话世界经历透支，快限制未必是坏事。神话世界加载完毕，请尽快进入。进入。眼前一白，强烈不适袭来，再次睁眼，我已身处广袤草原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血腥味。这就是神话世界，机遇与死亡并存。上一世此处挤满了人，这次只有我一人，空旷草原上只有风声。新手礼包应该要来了，我喃喃自语。光幕弹出，叮，检测到唯一内测用户登录，内测福利发放中，恭喜获得新手礼包内测版，是否立即打开？打开。提示音接连响起。叮，恭喜获得体质药剂×3。叮，恭喜获得1级凶兽血肉X5。叮，恭喜获得功法选择兑换券X1。叮，恭喜获得武器兑换券X1。叮，恭喜获得10级成长礼包内测版X1。我瞳孔骤缩，爆发出狂喜，不愧是内测版，尤其是功法兑换券。上一世我至死未得，而这正是神话世界最稀缺的东西。没有犹豫，我立刻使用2道光幕弹出乾坤长生诀和无相吞天魔功。
上一世仙法净度慢魔功战力强，神话降临后存活下来的大多是修炼魔功之人。舒服是留给死人的，我要活下去。选无相吞天魔功，暗黑光球钻入体内，瞬间口诀涌入，黑气缭绕，刺骨疼痛席卷全身，经脉仿佛被烈火灼烧，但我咬牙硬扛了下来。丁，恭喜唯一内测用户领悟无相吞天魔功，等级提升至1级。丁，等级提升至2级。丁，等级提升至3级。丁，等级提升至4级。黑气散去，我起身感受体内力量，嘴角扬起，一步功法直接升到4级，这就是魔功威力。上一世我花了3天才勉强升到4级，力量源源涌出，我握紧拳头感受爆发力，再次打开背包，使用武器兑换券，选项弹出白羽浮尘可成长，食魂幡可成长，选食魂幡。有黑旗帜入手，翻面缭绕黑烟，隐约有冤魂哀嚎，阴冷气息扑面。我满意点头。上一世的破尸符与这相比，简直天差地别。紧接着引进3瓶体质药剂，暖流席卷，肌肉发胀，经脉拓宽。5分钟后不适消散，我试着登地，身体猛地跃起4、5米高，稳稳落地。4级的等级，体质却堪比上一世8级的自己。我心中暗喜，搜寻目标。很快锁定一只庞大猿猴，通体黝黑，后背雪白，双臂如树桩，面目狰狞，光目弹出。银背猿野兽，等级5级。上一世5级野兽需数人合力，即便我升到6级也很难应对。但现在我有信心，晃动食魂幡。丁，恭喜领悟技能招魂。缕缕黑烟涌出，伴随哀嚎缠绕而去。银背猿感受到威胁，怒吼着敲击胸口，庞大身躯如小汽车般冲来。可还未靠近，冤魂已钻入他体内。银背猿痛苦嘶吼，剧烈抽搐，短短几秒便轰然倒地。丁，恭喜击杀5级野兽银背猿，获得经验值 X102。我愣住，随即狂喜，第1级竟秒杀5级银背猿，这就是魔功加食魂幡的威力。尸体升起，灵魂被魂幡吸收。看来击杀野兽凶兽还能滋养魂幡。我心中了然，上前触碰。丁，获得野兽血肉叉5。系统提示再次响起。丁，检测到唯一内测用户成功击杀第1只神话世界生物，商城系统已开启。商城系统。我一愣，上一世从未有过这个系统，看来是内测专属福利。光幕弹出，商城内琳琅满目，小还丹100万神话币，大还丹1000万神话币，凶兽精血5亿神话币，烛龙之眼1000亿神话币。注意，神话币等于1大夏币，充值方式与购买内测资格相同。看着这些道具，我双眼发亮，这些都是顶级好东西，可我早已倾家荡产，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充值。就在一筹莫展时，一个念头猛地闪过，我可以背靠国家。神话世界终将融合蓝星凶兽入侵，是必然的。仅凭我一人，就算等级再高，也无法保护整个大夏。不如将真相告知国家，让国家提供资金支持，我则提供功法、道具、凶兽血肉，让大夏提前做好准备。国家有资金，有人手，我有经验，有内测资格，联手才能守住蓝星。我喃喃自语，心中豁然开朗，不再纠结商城的事情。我继续在草原上猎杀野兽，积累经验和物资，同时等待8小时实现结束，准备联系国家高层。我在神话世界猎杀野兽的同时，宁秋雪等人已经抵达金润大厦楼下，看着空荡荡的大门，他心中的不安愈发强烈。他走上前询问看门的保安大爷：“叔，请问金润大厦的老板苏北最近来过吗？”保安大爷慢悠悠地喝了口茶，摆了摆手：“金润大厦啊，过2天就要改名叫天鹏大厦了。这儿的老板把公司都卖了，前几天来了好多人办理交接呢。”卖了。宁秋雪心头一沉，追问着：“叔，您知道他什么时候卖的吗？买主是谁？还有他最后一次来这儿是什么时候？”保安大爷仔细回想了片刻，说道：“大概3天前吧。那老板亲自来的，带着一群人办交接，脸色挺急的。买主是谁不清楚，都是秘密办理的。最后一次来就是昨天下午，匆匆忙忙拿了点东西就走了。”多谢叔。宁秋雪道谢后，回到车上，神色凝重。宁姐，现在怎么办？苏北把公司卖了，说不定已经跑了。周凯焦急地说。别急。宁秋雪十分沉稳，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。电话接通后，那头传来一个慈祥的声音：“乖孙女，怎么想起给爷爷打电话了？”爷爷，我想麻烦您帮我查一个人，苏北还是富商，还有借我几个人手，事情紧急。他的语气带着一丝恳求。他的爷爷正是大夏安防总署总长宁国军。听到孙女的请求，宁国军没有多问，立刻答应。好，我马上安排，给你调2辆吉普，人手随后就到。查到苏北的消息，我第一时间告诉你。对了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
让你这么急？他3天内变卖所有资产，把100亿转入不明账户，疑似危害大厦财政安全。我怀疑他背后有大秘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尽快给你消息。宁国军语气严肃起来，挂了电话。半小时后，宁秋雪的车后多了2辆安防专用吉普。根据消息，我还有一处别墅尚未变卖。车队抵达别墅门口，宁秋雪按下门铃，管家前来开门，看到安防车辆不由得愣了一下。各位是？我们是大厦财监管署的，找苏北有重要事情，麻烦你开门。宁秋雪拿出证件，语气严肃。管家不敢怠慢，立刻打开大门引路。各位请进。只是苏少现在不在家，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。客厅内，宁秋雪看着管家。苏北呢？我们有重要的事情找他，麻烦你联系一下。管家一脸为难。对不起各位，苏少出去了，具体什么时候回来我也不清楚。他出门前没交代，我不敢随便联系他。宁秋雪眉头紧锁，断定我大概率还在别墅里。好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在这里等，他总会回来的。他安排周凯回去汇报情况，严防死守所有离开海市的通道，自己则带着剩下的人在客厅等候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就在他准备带人搜查时，2楼传来了我的声音：“王叔，家里来贵客了，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”众人抬头，我穿着休闲装，面带微笑走下来。刚结束神话世界的实现，我眉宇间还带着一丝凌厉，可目光落在宁秋雪身上时，却不自觉柔和了几分。眼前的女孩明明年纪不大，却硬撑着沉稳，紧蹙的眉头藏着倔强，让我想起上一世那些拼尽全力守护家园的战士。没想到刚回现实就有贵客上门，还是财监管署的人，倒省了我联系高层的功夫。宁秋雪起身打量我，语气嘲讽：“你就是苏北，我还以为你不敢回来了。”他嘴上强硬，目光却忍不住在我身上停留。我咧嘴一笑，走到他面前：“这是我家，我有什么不敢回来的？倒是你们财监管署的人找我有什么事？”明知故问。宁秋雪拿出证件。我是财监管署宁秋雪，你名下100亿资金转入不明账户，涉嫌危害大厦财政安全。现在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，接受调查。我看着他伸出右手，认识一下苏北。不过，宁小姐，我想提醒你，这件事儿你的层次不够资格管。你放肆！2名秩序维护员立刻上前，想要控制我。我身形一晃，轻松避开，同时抬手轻轻一拧，将其中一人的手腕按住，力道之大让对方痛呼。动作间，我刻意避开了宁秋雪，余光瞥见她惊得后退，脸颊泛起薄红。我嘴角勾起笑意，别急，我跟你们走。我松开手，笑容依旧。正好我也想找你们上面的人好好谈谈。你们找我无非是为了那100亿，而我要说的是比那100亿重要万倍，关乎整个大厦的存亡。宁秋雪眼神一凝，示意手下给我铐上手铐。我没有反抗清楚，这是见到国家高层最快的方式。被带到海市秩序维护局审讯室，宁秋雪面色严肃：“苏北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那100亿你转到哪里去了？背后有什么团伙？你的目的是什么？”我靠在椅子上，神色淡然。我都说了这件事，你的层次不够，我要见更高层的人，最好是能拍板的人。宁小姐，你父亲是宁国军总长吧？你要是能联系上他，直接让他来见我，免得浪费大家时间。你怎么知道我父亲是谁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宁秋雪猛地抬头，眼神震惊。我知道的事情比你想象的多得多。将付出代价。我笑了笑，包括1个月后蓝星即将面临的灭顶之灾。你放肆！隐瞒什么？一旁的秩序维护员拍桌怒视：“否则你以为你是谁？敢这么跟我们说话？宁小姐亲自审讯你是给你面子，还敢妄谈什么灭顶之灾？我看你是疯了！”我抬眼看他，眼神冰冷。下一秒，我手腕微用力，咔嚓一声，手铐竟被生生扯开。不等众人反应，我身形一闪，冲到那人面前，一把夺过枪在手中把玩。你要干什么？秩序维护员脸色惨白，宁秋雪也震惊起身，下意识按住配枪。我将这一切看在眼里，眼底冰冷褪去，语气软了下来。别担心，我不想干什么，只是想提醒你们，别惹我。我刻意放缓动作，将枪轻轻丢回，目光落在宁秋雪发白的脸颊上。我不会伤任何人，更不会伤你。见他紧绷的心弦松了半分，我笑了笑。我不想干什么，只是想提醒你们，别惹我。另外，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找能拍板的人来见我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宁秋雪看着变形的手铐，又看了看神色淡然的我，心中已然明白我不简单。他示意秩序维护员出去，拨通宁国军的电话汇报情况。电话那头，宁国军语气凝重：“小雪，你别冲动，我立刻安排海市秩序维护总局局长过去。要是他还不满意，我亲自见他。记住，别跟他硬来，他的实力不简单。”我知道了，爷爷。宁秋雪挂了电话，眼神复杂的看向我。我爷爷已经安排人过来了，希望你说的事情真的值得这么大动干戈。放心，绝对值得。我笑了笑，到时候你就知道
我花的100亿是为了拯救大夏，而不是危害他。5分钟后，海事秩序维护总局局长周正推门而入，他目光如鹰，上下打量着我。我是海事秩序维护总局局长周正，苏北。你说我的层次够不够？我摇了摇头，差点意思，周局长，你管的是海事的秩序，可我要说的是，管的是整个大夏的生死。你觉得你能拍板吗？你一旁的秩序维护员气得脸红。周局长可是海事秩序维护局的最高负责人，你还敢说不够？难不成你要见大夏安防总署总长？我咧嘴一笑，没错，要是宁国军总长来，倒是够格。审讯是一片死寂，周正和宁秋雪对视一眼，满是震惊。宁秋雪深吸一口气，再次拨通电话。爷爷，他要见您，亲自见您。宁国军沉默片刻，缓缓开口：“好，让他来安防总署，我在办公室等他。”挂了电话，宁秋雪语气复杂：“我爷爷答应见你，不过你最好保证你说的事情值得他亲自出面。”放心，绝对值得。办完手续，我被带上吉普。宁秋雪示意手下再给我铐手铐，但没人敢上前。我无奈摇头：“没必要，我不会跑的。我比你们更想见宁总长。”车队驶向安防总署，我靠在车窗上，盘算着该如何让宁国军相信神话世界的事。2-3个小时后，车队抵达安防总署，经过层层安检，我被带到办公大楼前。你要见的人就在里面。宁秋雪看了我一眼，希望你别耍花样，否则就算有我爷爷护着你，你也讨不到好。我没回应，推门而入。办公室内坐着2人，一位满头白发，神情沉稳，正是宁国军；另一位气息凛冽，是安防总署领导，前任兵王龙战天。你就是苏北？宁国军缓缓开口：“是的，命老。”我不卑不亢。龙战天上前一步，气息外放，压迫着我。小子，你敢大闹秩序维护局，还敢点名要见宁老，倒是有几分胆子。说说吧，你到底有什么秘密？要是敢谎报军情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我神色不变，迎着他的气息。龙领导，我知道你实力强横，是前任兵王，但在即将到来的灾难面前，你的实力还远远不够。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比实力的，是来给大夏送生机的。哦，生机。宁国军抬手示意龙战天退下。苏小友，说说吧，你不惜大闹秩序维护局也要见我，到底有什么事？我神色一怔。宁老，龙领导，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们一个惊天秘密，大夏乃至整个蓝星即将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。2人对视一眼。灾难？龙战天质疑。大夏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何来灾难之说？苏北，你最好想清楚再说话。谎报险情可不是小事。我没有辩解，心念一动，唤出食魂幡，运转无相吞天魔功，瞬间阴冷气息席卷办公室，隐约有冤魂哀嚎。2人猛地起身，满脸震惊。这是什么？宁国军语气凝重。我收起魂幡。这是食魂幡，来自神话世界。再过1个月07天，神话世界将会降临蓝星。到时候，所有人都能进入这个遍地凶兽与珍宝的世界，获取里面的物品、能力，带回现实。但你们不知道的是，7天后，神话世界入口将会关闭，里面的凶兽会开始涌入蓝星。那些凶兽实力强横，2级以上的凶兽就不是蓝星现阶段的热武器能够抵挡的。上一世，人类毫无准备，仅仅半个月就被凶兽覆灭。我也是葬身兽口之中，我是重生的。重生回到了获得神话世界内测资格的3天前，我花了100亿激活了内测资格，成为了唯一的内测用户，可以提前1个月进入神话世界，积累实力，获取物资。为了让他们信服，我再次心念一动，直接消失进入神话世界。1分钟后，我凭空出现，手中多了一块散发威压的凶兽血肉。看着凭空出现的我，2人震惊难掩。宁国军小心触碰血肉，被狂暴气息逼退。这真的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东西？千真万确。我点头。宁老，龙领导，你们可以找人检测这块血肉，就能知道我说的没有半句假话。龙战天上前打量血肉，这种气息绝非蓝星上任何一种生物拥有的，太过狂暴，不会放弃，而且蕴含着强大的能量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宁国军声音颤抖。千真万确。我今天来是想和大夏合作，我可以提前进入神话世界，获取功法、道具、凶兽血肉，提供给安防总署，让大夏战士提前修炼，提升实力。而我需要国家提供资金支持，用于在神话世界的商城购买道具，提升自己的实力。只有我变强了，才能获取更多的资源，才能更好地帮助大夏应对即将到来的灾难。听完计划，2人脸上露出喜色。好，宁国军当即拍板：苏小友，你的提议我答应了。
大夏全力配合你，你需要什么，尽管开口，资金、人手、物资，只要大夏有，绝不推辞。龙战天也严肃承诺。苏小友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大夏的贵宾，安防总署会给你最高规格的保护，任何人都不能打扰你进入神话世界修炼。至于你提供的功法凶兽血肉，我们会立刻安排战士测试，确认安全后逐步推广，让整个大夏的战士都能提前提升实力。我放下心来，将背包里的几吨血肉和体质药剂全部取出，堆积成山。这些血肉你们先安排战士测试，这种药剂体质药剂可以直接使用，能够快速强化体质。我继续说道。至于功法，我修炼的是无相吞天魔功，是魔功，修炼起来比较痛苦，但战力强横，升级飞快。我会尽快将功法化简，去掉过于霸道的部分，方便战士们修炼。明天就给你们送过来。听到魔功，两人微愣，随即释然。宁国君大笑：“苏小友，这有什么好顾虑的？管他仙功魔功，能斩杀凶兽，能保护大夏，就是好功。所谓正道邪道，从来都不是功法决定的，是修炼的人决定的。只要是大夏战士修炼，就算是魔功也是正道。”我心中一暖，不由得佩服宁国君的魄力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没有顾虑了。我点点头。现在我有一个请求，需要大量的资金，越多越好。神话世界的商城里面有很多顶级道具，能够快速提升我的实力，也能获取更多的资源，帮助大夏应对灾难。这些道具价格不菲，动辄数十亿、上百亿。我现在已经倾家荡产，只能麻烦国家帮忙。资金的事情你放心。宁国君毫不犹豫地答应。龙战天，你立刻安排下去，调动各大银行的储备金。另外，启动印钞机，全力印钞，无论多少，都要满足苏小友的需求。明天早上8点前，将所有能调动的资金全部汇入苏小友的账户。是。龙战天立刻起身，恭敬地应道，转身去安排。临走前，他看向我，语气郑重：“苏小友，大夏的未来就拜托你了。”龙领导放心，我不会让大夏失望的。我郑重地说道。宁国君看着我，语气温和：“苏小友，这段时间你就安心修炼，有任何需求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安防总署会安排人手守住你的别墅，不让任何人打扰你。另外，小雪那孩子性子急，但心眼不坏，以后有什么事情也可以联系他，他会尽力配合你。”多谢您了。我道谢。我就先回去了。明天一早，我会把化简后的功法送过来，同时也会进入神话世界，开始积累更多的资源。宁国君点了点头。爷爷，我去送他吧。宁秋雪突然开口，宁国君眼中闪过一丝了然，点了点头。也好，路上注意安全。车上快到别墅时，宁秋雪率先打破寂静。苏北神话世界真的有那么危险吗？你每次进去都要小心，还有功法的事情，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也可以跟我说。说完，他脸颊微微发烫，连忙转头看向窗外。我侧头看他，月光柔和了他凌厉的轮廓，缓缓开口：“放心，我不会有事。倒是你，以后追查案件也别太拼，注意安全。功法的事情我自己能搞定，明天你过来取就好。我会把修炼的注意事项都标注清楚，避免战士们走火入魔。”上一世经历过绝望，我格外珍惜眼前这些鲜活的人。知道了。宁秋雪低声应道。回到别墅，管家连忙迎上前：“苏少，您可回来了！我这一夜都没敢睡，就怕您出什么事。要不要我给您准备点宵夜？”不用了，王叔，我有点累，先去休息了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对了，明天会有财监管署的人来取东西，你到时候开门就好，不用拦着。好的，苏少，我记下了。我洗漱完倒头就睡。这一夜，大夏各大银行灯火通明，印钞机以最大功率运转，源源不断地汇入我的账户。龙战天亲自坐镇，确保资金按时到位。第二天一早，手机震动不停，看着账户余额，我倒吸一口凉气，5000亿！大夏的魄力果然名不虚传。我心中狂喜，有了这5000亿，我就能购买大量顶级道具，为1个月后的凶兽入侵做好准备。我立刻将资金全部换成神话币，进入神话世界，打开个人面板，姓名苏北，等级7级功法，无相吞天魔功，特殊体质，暂无能力，招魂。昨天8小时升到7级，看似很快，但等级越高，升级越难。必须借助商城的道具，快速提升实力。我打开商城系统，商城内道具琳琅满目，我仔细挑选。首先是补给品，大还丹，售价1000万神话币1枚，保命必备，我直接购买了100枚。接着是核心道具，凶兽精血，售价500亿神话币，使用后可大幅强化体质，对低于自身等级的凶兽产生威压，对同等级凶兽有压制效果。
烛龙之眼，售价1000亿神话币，使用后可获得烛龙血脉，强化体质，提升经验获取效率，对特定种群凶兽有无视等级的压制效果。逍遥葫芦售价2000亿神话币，可每日固定提升1级，还能化作飞行道具，稳定性极强，方便赶路和猎杀凶兽。空间戒售价400亿神话币，内含巨大空间，可存放大量物资。付款后提示音响起。丁，恭喜获得大还丹 X100。丁，恭喜获得凶兽精血 X1。丁，恭喜获得烛龙之眼 X1。丁，恭喜获得逍遥葫芦 X1。丁，恭喜获得空间戒 X1。当前剩余神话币190亿。5000亿瞬间只剩0头，但这笔投入绝对值得。我取出所有道具，目光落在赤红的水晶之眼上。烛龙血脉，传说中的上古神兽血脉，这一世我终于能拥有了。我指尖触碰水晶，化作流光，钻入眉心，刹那间，焚天烛海般的灼热席卷全身，经脉仿佛被岩浆灼烧，骨骼发出脆响。我紧咬牙关，运转魔功引导这股力量，黑色的魔气与赤红的烛龙之力交织碰撞，最终化作强横的黑金色气流。丁，检测到宿主使用烛龙之眼，成功觉醒烛龙血脉，初级。丁，烛龙血脉加持，体质大幅提升，防御力正300%，攻击力正200%。丁，烛龙血脉特性焚天激活，对兽类凶兽造成灼烧伤害，无视10%防御。丁，血脉融合触发等级飙升，等级提升至8级。丁，等级提升至9级。丁，等级提升至10级。痛苦消散，力量感前所未有。我睁开眼，眼底闪过惊鸿光晕，周身魔气多了一丝龙威，周围野兽瑟瑟发抖。我随手一拳砸出，空气爆鸣，地面出现坑洞，这就是烛龙血脉的威力。接着我拧开凶兽精血，一饮而尽，有烛龙血脉兜底，狂暴能量被轻易驯服，肌肉骨骼再次强化。丁，使用凶兽精血，体质再次强化，解锁被动技能钢筋铁骨，减免20%物理伤害。丁，等级提升至11级。实力飙升，我取出逍遥葫芦注入力量，它瞬间变大，喷出红光将我托起。飞行道具果然方便。我脚踏红光升空，俯瞰草原，耳边风声呼啸，有了它猎杀效率将大幅提升。最后我拿起那枚通体黝黑、刻有空间纹路的空间戒指，间滴血完成认主。心念一动，身前的大还丹、凶兽精血及野兽血肉全部化作流光涌入戒中。神念探入，只见1000平米空间宽敞明亮，物资整齐摆放。有了空间戒，再也不用担心背包空间不足，今后给大夏运送物资也能更加便捷。心中盘算着，我收起戒指，操控逍遥葫芦朝草原深处疾驰。此刻我已11级，觉醒烛龙血脉，又有食魂幡和葫芦加持，实力远超同级，遇上15级凶兽也有一战之力。草原深处，草木茂密，血腥味浓郁。我目光锐利，凭烛龙血脉感知力锁定前方，一只体型庞大的青黑色豹子，皮毛布满，银色斑纹，獠牙外露兽瞳，闪烁嗜血光芒，散发着12级凶兽威压。烈风暴凶兽，等级12级，擅长速度与利爪攻击，皮毛坚硬，可抵御低级物理伤害。弱点：腹部。系统提示响起，我嘴角扬起冷笑，上一世这畜生需10几个8级战士合力击杀，现在对我不过是随手可灭的猎物。我操控葫芦降落，黑金气流萦绕，烛龙威压悄然释放。烈风暴察觉气息，狂暴嘶吼，化作青黑残影扑来，利爪带起劲风。它速度堪比汽车，但在我眼中却慢如蜗牛。烛龙血脉大幅提升了我的反应速度。太慢了。我淡淡开口，侧身避开，扑击不等它落地，我抬手祭出食魂幡。丁，技能招魂发动。黑烟伴随冤魂哀嚎缠绕而去，同时我指尖凝聚黑金，能量球狠狠砸向他腹部。烈风暴痛苦嘶吼，被冤魂束缚无法动弹，能量球在腹部炸开，鲜血喷涌，内脏外翻。他挣扎渐弱，眼中嗜血光芒褪去，轰然倒地。丁，恭喜击杀12级凶兽烈风暴，获得经验值 X500。丁，获得凶兽血肉叉10。丁，获得烈风暴利爪 X4。丁，获得烈风暴皮毛叉1。丁，食魂幡吸收烈风暴灵魂，威力小幅提升。我上前将尸体收入空间界，皮毛做防具，利爪做武器，血肉强化体质都是绝佳物资。这样的凶兽，再多来几只。我咧嘴一笑，操控葫芦继续猎杀。接下来几小时，我凭血脉与法宝一路横推，从12级烈风暴到14级毒灵蛇，无一合之敌。
等级飙升至14级，烛龙血脉趋向终极，食魂幡黑烟浓郁，威力大增。空间界内物资堆积如山，血肉、利爪、皮毛，还有毒牙、象牙等珍贵道具。我一边猎杀一边盘算，这些物资足够大夏第一批战士强化体质、制作装备了。等回去后，再把猎风暴的皮毛和利爪交给龙领导，让他们安排人打造装备。正准备猎杀一只15级惊雷虎时，系统提示响起。丁，本次神话世界内测时限即将结束，倒计时0点10分，请宿主做好下线准备。我微微一愣，随即释然。8小时竟过得这么快。看了一眼咆哮的惊雷虎，我遗憾低语：下次再来收拾你。不再犹豫，我操控葫芦飞向草原边缘，收起法宝，只留空间界。倒计时结束，黑金白光包裹，空间拉扯感袭来。再次睁眼已回别墅床上，指尖气流萦绕，空间界微微发热，提醒我收获丰厚。洗漱完走到客厅，管家已备好早餐。苏少，您醒了。刚才有位宁小姐打电话过来，说她上午会过来取东西，让您在家等她。宁小姐，我反应过来是宁秋雪，点头道：我知道了，王叔，等她来了，直接让她进来。饭后我进书房整理简化版无相吞天魔功，再检查剔除霸道部分，保留核心，详细标注注意事项，比如如何调和魔气，避免魔障，还有血脉搭配技巧。这是为了让大夏战士少走弯路。刚整理完，门铃响起，宁秋雪走进客厅。今日她身着白色连衣裙，长发披肩，多了几分温柔，与工作时的干练截然不同。苏北，我来取功法了。他脸颊微红，避开我目光，看向储物箱，想起上次审讯时那句我不会伤你，还有车上我温柔地叮嘱他心跳，就不自觉加快。那些就是你说的凶兽血肉。我点头，打开箱子，露出散发威压的血肉药剂和利爪。这些是我昨天和今天在神话世界猎杀凶兽得到的，体质药剂可以直接给战士们使用。凶兽血肉和利爪，你们可以安排人检测加工，用来强化体质、制作装备。宁秋雪触碰血肉，被狂暴能量逼退，半步满眼震惊。这些真的是来自神话世界的凶兽，这股能量比我想象中还要强横。他虽听我和爷爷说过凶兽强大，可亲手触碰还是被震撼到了。千真万确。我递过 U 盘，这里面是化简后的无相吞天魔功，还有修炼注意事项。你先看一下，我特意加上了血脉与魔功的搭配技巧，今后战士们若是觉醒了血脉，也能用到。他郑重收好，抬头道：多谢你，苏北，这些功法和物资对大夏来说太重要了。爷爷和龙领导特意吩咐我，一定要好好谢谢你。另外，他们让我问你还需要什么资金或者人手支持，尽管开口，大夏一定全力配合。我摇头一笑，目前不需要5000亿的资金，足够我现阶段采购道具，提升实力了。等我需要的时候，会主动联系宁老和龙领导。顿了顿，我语气柔和几分。倒是你每次跑过来取东西，也挺辛苦的，注意安全。他脸颊瞬间通红，低头应道：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关心。那我就先回去了，把功法和物资交给爷爷他们，尽快安排战士测试推广。好，我送你。送他到门口上车前，他突然转身，犹豫片刻道：苏北，下次你进入神话世界一定要小心，若是遇到危险或者需要帮忙，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给我打电话。他递给我一张纸条，这是我的私人电话，24小时开机。接过时指尖相触，他脸更红了，慌乱上车。我走了。看着车远去，我看着纸条和空间界，眼底泛起暖意。上一世孤身挣扎，这一世有大夏做后盾，有宁秋雪牵挂，我守护蓝星和大夏的决心愈发坚定。回到别墅，我没有耽误时间，心念一动，再次进入神话世界。我要趁着每次8小时的时限，尽可能提升实力，积累资源。这一次目标是草原深处的15级凶兽惊雷虎，还有更远处的火山秘境。根据上一世的记忆，火山秘境中有上古神兽的遗迹和大量顶级资源，若能找到，不仅能让我的实力再上一个台阶，还能给大夏带来更多的生机。进入神话世界，我第一时间操控着逍遥葫芦，朝着草原深处的惊雷虎栖息地飞去。周身黑金色气流萦绕，烛龙血脉的威压悄然释放，沿途的低阶凶兽纷纷四散奔逃。我的眼神锐利如鹰，心中盘算着：先击杀惊雷虎，提升等级，然后前往火山秘境寻找上古遗迹，争取在1个月内升到30级以上，觉醒终极烛龙血脉，才能在凶兽入侵时真正守护好大夏。很快我就抵达了惊雷虎的栖息地，一片乱石嶙峋的山谷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雷电气息。远处传来一声狂暴的嘶吼，震得山谷嗡嗡作响。我操控着逍遥葫芦缓缓降落，目光锁定了山谷中央那道庞大身影。那是一只体型巨大的老虎，通体金黄布满黑色斑纹，额头王字格外醒目，一双兽瞳中闪烁着雷电光芒，周身萦绕着淡淡的雷电之力，散发着15级凶兽的恐怖威压。惊雷虎凶兽等级15级，擅长雷电攻击与力量攻击，防御力极强，可操控微弱雷电，弱点双眼。系统提示音响起，我嘴角扬起一抹冷笑。
15级凶兽，若是在上一世，我连靠近的资格都没有。可现在我有烛龙血脉、无相吞天魔功和食魂幡加持，定能将其斩杀。惊雷虎，你的灵魂和血肉我收下了。我淡淡开口，周身黑金色气流暴涨，食魂幡瞬间出现在手中，轻轻晃动，冤魂哀嚎声响起，朝着惊雷虎缠绕而去。惊雷虎察觉到我的挑衅，顿时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嘶吼，周身雷电之力暴涨，化作一张雷电光网照向冤魂。他本性狂傲，身为15级凶兽罕有敌手，如今被人类挑衅，怒火瞬间被点燃，死死锁定我。区区阴邪伎俩，也敢在本虎面前班门弄斧！吼声震得山石滚落，他四肢蹬地，庞大身躯如小山般朝我扑来，沿途杂草被雷电灼烧殆尽。扑来的同时，他张口喷出一道水桶，粗细的雷电光柱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，直逼我面门。这是他的本命技能，惊雷噬天，蕴含狂暴雷力。14级凶兽终之必死。我神色不变，操控逍遥葫芦瞬间升空，轻松避开了攻击。雷电光柱砸在地面，轰然炸开，碎石飞溅，留下一个巨大深坑，焦黑烟尘弥漫。果然有几分实力，不愧是15级凶兽。我淡淡一笑，眼底闪过一丝战意。不过这点实力还不够看。话音刚落，我体内烛龙之力疯狂运转，黑金色气流暴涨，龙威与雷电威压碰撞，空气泛起涟漪。我抬手一挥，食魂幡再次晃动，更多黑烟涌出，凝聚成黑色魂刃，朝着惊雷虎双眼刺去，直击要害，才能最快将其斩杀。惊雷虎瞳孔骤缩，连忙闭眼并凝聚雷电护盾挡在身前。当当当，魂刃刺在护盾上，火花四溅，护盾出现裂痕。惊雷虎发出痛苦闷哼，虽避开双眼危机，但魂刃的阴邪之力已侵入体内，让他动作迟缓了几分。就是现在，我抓住机会，操控逍遥葫芦，瞬间冲到他身前，烛龙之力与魔气融合，汇聚右拳，黑金拳芒带着焚天逐海的威势，狠狠砸向他额头。那是他雷电之力最薄弱处，也是除双眼外的致命弱点。惊雷虎绝望嘶吼，想反击却来不及，拳芒砸在额头，轰然炸开，狂暴能量席卷全身，雷电护盾破碎。烛龙灼热与魔气阴邪同时侵入，摧毁他的经脉骨骼。他身体剧烈抽搐，喷出大量鲜血，兽瞳失去光泽。我没给他喘息机会，指尖凝聚黑金能量球，再次砸在他双眼上。咔嚓一声脆响，双眼爆裂。他挣扎越来越微弱，最终轰然倒地，彻底没了气息，周身雷电消散，只剩焦糊味与血腥味弥漫。丁，恭喜击杀15级凶兽惊雷虎，获得经验值 X1000。丁，获得凶兽血肉 X20。丁，获得惊雷虎利爪 X4。丁，获得惊雷虎皮毛 X1。丁，获得惊雷珠 X1。丁，惊雷珠蕴含精纯的雷电之力，可用于修炼，也可镶嵌在武器上，提升雷电伤害。丁，食魂幡吸收惊雷虎灵魂，威力大幅提升，解锁新技能魂爆。丁，烛龙血脉吸收惊雷虎的雷电之力，体质再次强化，等级提升至15级。系统提示接连响起，我收起气流，露出狂喜之色。击杀15级惊雷虎奖励丰厚，不仅等级提升，食魂幡解锁新技能，更获得了蕴含精纯雷力的惊雷珠，无论是自己修炼还是给大侠战士使用，都是绝佳宝物。我降落将尸体收入空间，借惊雷虎皮毛可致强力防具，利爪镶嵌惊雷珠可致雷电武器，血肉更能快速强化战士体质，收获满满。看着空间界堆积如山的物资，我心中充满底气。有了这些，应对1月后的凶兽入侵就多了几分把握。休息片刻，我收起法宝，望向山谷外，那是火山秘境的方向。据记忆，那里不仅有上古神兽遗迹，还有火焰晶石、上古功法等顶级资源，甚至可能遇到上古凶兽残魂。若能收服实力将至的飞跃，惊雷虎已经解决，接下来就是前往火山秘境。我眼中闪过坚定，运转烛龙之力，化作黑金残影疾驰而去。速度越来越快，沿途低阶凶兽四散奔逃，即便遇到12、13级凶兽，也被我随手斩杀，丝毫不停留。我要抓紧每一分每一秒。沿途风景飞速倒退，草原被荒凉山地取代，温度升高，硫磺味扑鼻。远处天际线出现高耸入云的火山，冒着滚滚黑烟。很快抵达火山群脚下，地面滚烫，岩石被烤得通红，空气中弥漫火焰气息和凶兽威压。我神色警惕，凭借烛龙血脉感之力，仔细探查周围，寻找秘境入口。就在这时，一股远超惊雷虎的恐怖威压从火山之巅席卷而下，裹挟着焚尽一切的火焰气息。我浑身一僵，瞳孔骤缩，体内的烛龙血脉竟下意识躁动起来，隐隐传来一丝敬畏。这股威压绝非15级凶兽可比，我心中暗道，竟是16级凶兽。我不敢贸然行动，立刻操控逍遥葫芦升空，死死锁定火山口。
只见岩浆边缘，一只体型堪比小山的赤红蜥蜴盘踞其上，鳞片闪烁刺眼光泽，尾巴随意摆动便带起灼热劲风。它缓缓睁开火焰般的兽瞳，目光如炬锁定了空中的我，周身翻涌着浓郁火焰之力，威压令人窒息。我心中明了，这便是守护秘境的16级凶兽火焰巨蜥。我握紧尸魂幡，感受着体内躁动的力量，眼底闪过凝重，却又藏着浓烈战意。秘境近在咫尺，里面的资源是我突破实力、助力大夏的关键。但这巨蜥无疑是横亘在我面前的天谴。夕阳下，我悬浮空中与它对峙，空气中张力拉满，今夜的寂静只是风暴前的序曲，唯有我紧握的拳头诉说着绝不退缩的决心。